大家好呀，我是云飞。我的 Windows 笔记本是我大学时期买的，炫龙的耀西千，当时的轻薄游戏本很强，内部空间比较足，盘位留的也多，很方便折腾。我还装了黑苹果在上面，至今都在发光发热。反而升级了 Windows 11之后，我的 Windows 系统就很卡了，而且一开机必须卡很久，风扇也得狂转很久，几乎就是不可用的一个状态。黑苹果系统倒是安静的很。作为经常做小米内容的小米区 UP 主，我在这种情况下还挺想换一台小米的笔记本，一来有生态，做起内容来会方便一些。作为做了3期小米妙想的 UP， 自己都没有长期使用过原生的。这不得试试。二来，小米的模具确实挺不错的，特别是这次的红米 Book Pro 15寸锐龙版 R77840HS，16GB 的运行内存，512G 的储存，780M 的集成显卡，性能不差，外观也挺有 Mac 的感觉，所以点赞投币，我们开箱走起。东西还是挺多的嘞，期待已久的快递啊！被大家称为小米区 UP 主，这不得来搞一个小米的笔记本。它给我的感觉，哇，是特别的轻啊，牛皮纸包装，这个应该是充电器、数据线，整体的包装也特别的简单，质感还是非常好的，整机全是金属的质感，大家应该也知道了，里边有一条这个垫高，哇哦，很棒，整体的这个质感真的特别像耐克啊。它是雾面屏啊，屏幕的开角也是挺大的，然后就是一系列的设置。OK， 搞定了，还是我这个鼠标一设置到配对模式，它这里就直接显示要配对你的蓝牙选择连接。这个是很棒的。这是 Win11 的特性吗？还是什么的特性啊？它怎么感觉一切都挺智能的哇！我打开了逻辑鼠标进行配对，它这里就跳出来了，然后过了一会儿，它就显示了这个软件的一个驱动。相信看了刚才的开箱，大家也看到了红米笔记本这次模具确实非常可以，就说果子味真的很重。我买 Mac 的时候送的贴纸真的是可以试试。外观我就直接说我的感受，灰色细闪的金属机身，质感是真的一流。底部比较创新的使用了一整块大胶条，给我们少了找瓶盖的事情，这点挺好的。在平放的时候就可以保持通风。2个 Type-C 接口都是可以充电的，都是3.2进2，USB-A 的速度也是一样的。除此之外还配备了 HDMI 2.1和3.5毫米的接口。且具备高速读卡器的接口，不过这个接口我个人觉得有点松，没有明显的阻力。我们和苹果的来对比一下，就是它这边没有什么太大的阻力，就感觉不到插入。我们来看苹果的啊，苹果它是插进去是这样，就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反馈。说实话，接口方面我觉得确实还可以，当然我是和苹果比，和传统的 Windows 笔记本对比起来，接口确实是少了一点。不过对于我来说也还是 OK 的，我家里和工作室都必备兔掌屋。硬件方面我就不测了，各位大佬已经测得非常明白了。我简单给大家跑个鲁大师，看个水平，跑分跑了91万，意料之中。游戏方面我试了星际战甲和死亡搁浅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实际的表现。在星际战甲里面，游戏优化是真的一绝。中画质中最高的 3.2K 帧率会掉到40帧左右，40多帧，几乎是不能玩的状态了啊！对于我来说肯定是不能玩的状态，接受不了。2K 可以保持在60帧，刚刚到了60帧。1080P 几乎是可以跑满屏幕，1080P 的全屏是到100帧。死亡搁浅默认画质 1080P 分辨率还可以，调到 2K 就有压力了。而画质特效调到最高，画面就有了明显的卡顿感。
对于一个轻薄本来说，在游戏方面确实有着比较大的惊喜，毕竟这可是核显笔记本，可以流畅的跑我以前游戏本玩的游戏，我觉得挺不错了。PS 照片处理方面，搭配这个屏幕的效果确实很赞，不过不能开启 Adobe Camera Raw 的 GPU 图像加速，所以在处理图像的过程中并不是很完美，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点。而在打字方面，键程还可以敲击键盘的手感属于正常水平吧，稍微有一点软的感觉。键盘背光有4档可调，关闭1档、2档自动。键盘背光不是纯白色，个人感觉是有点偏淡淡的蓝紫色，大家可以感觉一下。除了模具，最大的惊喜就属于屏幕了，毕竟屏幕相对于我之前接触的那些 Windows 笔记本来说，确实称得上优秀，高分辨率同时有着高刷，屏幕色准也还可以，日常看视频、做图都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。硬件部分我就讲到这里。如果大家最近要购买手机，正好淘宝100亿补贴暑期加补进行中，像今年大家一致好评且手感超级好的小米13，到手只要2949元，官方补贴了300多元。大家可以上淘宝搜索淘补贴631，或者退出全屏，点击评论区的链接，就可以看到我的专属补贴清单。像是今年的红米小金刚12 Turbo， 这个我也做了非常详细的测评，现在补贴了340，到手只要1959，真的很值得入手。就连搭载了骁龙8加的小米平板6 Pro， 超强的性能搭配MIUI系统，补贴后只需要2169。俗话说该省省该花花，趁着淘宝100亿补贴进行中，赶紧点击评论区链接，看看有没有需要的产品。而且这次除了数码产品，海量零食、百货、好吃、好看、好用、好玩的尖货爆款都在淘宝100亿补贴分享中。除此之外，专属客服1对1服务，买了就知道体验嘎嘎的香。今年是淘宝20岁生日，相伴20年，淘宝想做更懂你的好朋友。小伙伴还想要什么？赶紧在评论区给淘宝留言吧。音质部分，我来给大家实际测试一下。接下来我就要来讲本次的重点系统的体验。在我第一次开机的过程中，没有什么小米的元素介入。在完成之后，我连接了小米的妙享。最明显的一个改变就是在连接的时候和以前貌似没有什么改变，但是它会提醒我们是否要连接手机的热点，改善投屏或者应用流转的帧率流畅度。我试了一下，确实好了很多。这也改善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开启这个功能无论如何，手机和电脑的连接质量都很高，不会受到 WiFi 的影响。实际测试速度能到60多兆一秒，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小爱同学，最大的用处就是控制你家里的各种设备，询问天气。在电脑上没有太多的权限，并不能直接找到电脑上的功能。除了米家智能控制，体验最好的就是打开网页，确实可以比较准确的打开我们想要的网站。与其他的笔记本不一样的，还有专门的小米电脑助手，有电脑的信息、小米妙享、系统驱动管理、电脑垃圾清理、系统自洗管理、系统壁纸管理，一些常用软件的一键下载安装，看得出来确实和别家品牌的电脑不太一样，做了一些自己的内容在里面。像这些功能都是比较实用实在的功能，而且系统也内置了我最喜欢的小米云服务，这点我是挺喜欢的。但是小米云服务的字号在这个屏幕上，说实话太细了，写稿子的体验不是很好，有点费眼睛。如果说相对体验好一点的是什么样，我会建议至少要调到 Mac 端小米云服务，这样一对比是不是一下子就有了差距？
以上都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些点。那么在系统上的一些体验就不是那么舒服了，不知道是 Windows 11的问题，还是小米的原因。外接屏幕使用微信截图会遇到奇怪的 bug， 在一些老界面会出现字体模糊的情况，这都是我遇到的一些比较奇怪的点。固态硬盘的速度比较一般，无论是游戏的加载或者软件的安装，都会稍微慢一点。好在是可以更换的，大伙买了有需要可以自己更换掉，搞一块不错的固态给弄上去。回到整体，一流的外观，不错的屏幕，强劲的性能。说实在的，这个核显颠覆了我之前的概念，确实是挺不错的。这个本子的定位是轻薄本，可以满足绝大多数的办公需求，在性能方面给了我挺大的惊喜。在游戏方面可以玩网游，但大型的3A 游戏就基本上可以远离了，除非你可以接受渣画质。有读卡器做 1080P 或者手机拍摄的短视频，问题应该不大。做高分辨率视频的压力就比较大了，不是很建议。个人感觉是比较适合作为大学生的第一台办公轻度游戏本，不是设计类的就比较适用它。设计类的还是要乖乖搞个游戏本带独显的。就冲这个颜值，R7版本目前售价为1799，我觉得值了。希望我今天的红云笔记本分享可以帮助到大家，我也会一直使用它。有什么疑问可以在评论区直接问我，我是云飞。如果大家在本期视频里面有所收获，请务必点赞、投币支持，这会帮助我产出更多有意思的视频。要知道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